全台湾地位全方位的灵能师究竟在哪里？欢迎收看由发艺金库赞助播出的《灵能的挑战》。在聊这个我们的赞助厂商之前呢，先来跟简少年聊一下，为什么这次没有来参加我们灵能的挑战？这些算命师到底有没有算到自己会不会赢？我是会先算的。因为最近因为新青安，然后很多人在买房子。对，买房子上有没有主流要注意？一个就是要方正，因为方正是整个气流最顺的状态。家具的摆设也要尽量方正。没错。那讲到方正啊，还好发艺金库目前我看下来，金库本身很方正，有没有可能按照五行去挑不同造型的金库？哇，你这个是非常专业啊，因为金库是属金嘛，那我们就要用跟金比较相合的五行，但是每个五行的影响都会不一样。像第一个我们常常讲的，这个是土生金嘛，所以我们就会用大地的颜色。这一种呢叫做什么？叫做房地产生财哦。这个木纹的其实就非常好哦。这一款呢是 PLD 700胡桃，它搭配的是胡桃木实木面板，因为是木质调的，所以在装潢风格上呢非常好搭，不怕退流行，让你的家呢有一种温暖稳重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它通过了国际防火认证，重要的东西放在里面绝对安心。然后还有这一款 ARK 燕麦灰，它搭配的呢是非常有质感的咖啡色跟燕麦色的拼色，在很多主流装潢上都是非常的搭配，甚至你直接外露也是很美。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风水小撇步的话呢，请持续关注本节目。然后呢，各位如果对于保险箱或金库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参考我们下方的资讯链接。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面对生命中的困境，推进着人类灵魂的成长。灵能的挑战召集了30位连结天、地、人3界的灵能者，他们运用自身的能力与天地进行交流，为众生解答困惑。人生的困惑有7大面向，象征过去的故与命。你还真讲对，他是个鬼。含瓜血缘、影集、宿命的因果，前世的业啊，遗留到你这一世，它不会消失的。难以逃脱的情，无解的悬。其实我觉得还蛮妙的是，我在猜他会不会冥婚的，以及鬼魂所困的凶宅。除此之外，人还有第8祸，自身。我们将透过灵能者如何使用特殊机制灵光，与竞争者、与伙伴、与自身的沟通能力，看见灵能者们生而为人的挑战。这30位来自神、超、灵、父、算、巫不同能力、不同派系的灵能者，将通过4个阶段赛制，经历7道关卡之门的考验，最终筛选出一位引领人类超脱自我认知，为人生中的困境提供灵能解答的冠军。大家好，我是舒晨。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技能，是我最近会去人家的这个桃花源进去看你的桃花树，然后里面就会看到你的事业桃花、人缘、姻缘、小人跟这个贵人的桃花树这样子。今天拿到的钥匙数字是28号，想说来见见世面。哦，原来这个是片场，然后跟传闻中的一样，就是上面会有很多鬼。大家好，我是文哥，文渊老师，拿到的号码是11号，主要是教易经、占卜、占卦、风水，然后气功跟前世今生。参加这个比赛，其实对自己表现，我觉得就是平常心，然后能够发挥，就是我自己日常在咨询的样子，其实我就觉得挺不错的。拿取自己的钥匙。3号。大家好，我是品轩，三口品草头轩。光听我的名字就知道我在做什么。三口品，我想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不论塔罗牌或是数字，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工具，一个管道，让我可以去跟人快速的去做一些连结。抛开所有外在的一些复杂的部分，我们直指核心。是皇太后吗？对。你的编号是3号。3，好的。帮我拿钥匙，刚才常用那一下。
般来说是用子平八字跟3元阳宅来做工具。14它在数字易经来讲是蛮好的数字，只是一个直觉了，对。29是一个蛮不错的号码，我们刚好是只有30位吧，这个9是最后一个九五至尊的意思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吗？你说这边吗？对啊。你的体质应该比较敏感。不过摄影棚都是这样，都很阴啊。你喜欢什么号码？先易经掐指一算一下啊，先掐指一算。你都挑好了，这么快？啊，是30吧？抽到的是24号，因为我来自星际种子144400，所以我对4的这个数字有连结。我们家族是命理风水世家，父亲本身在生前的时候其实就有说，我的未来是会踏上灵媒这一个领域。我觉得每个人的灵魂都有一个关键字，我的关键字就是重生，所以我选4号。我要先死过。天哪，钥匙可以随机选吗？随机选。你看这几个真搞不该？搞烦呢。搞。那我想要找那个十指交扣。真搞不尬先去的有没有？他们是我的团队伙伴。是哦。他们好像在逛市场。所以他是你们的命理师？他是我师傅。哦，是哦。尼蒙。19。对。我要27。那我想10。为什么？因为10，有一天你会懂的。我不想懂。他钥匙是随便选吗？是我们随便选一个钥匙。我刚才选的号码是9号，我的专长是阿卡西、脉轮啊，然后我有结合绘画，像我就画了一个画，打开阿卡西记录，然后画。今天有什么提示给我一下？这里。Lucky 7。哦，这个数字会不会太前面？我在挑指数。指数，我也是挑指数哎。周老师，我擅长的是西洋占星跟塔罗占卜。我挑了一个我要的指数，23号是指数。大部分的人其实你要他们挑一个数字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想要选指数，然后剩下的指数并不多，所以我就选了7号。你们是做什么的？我是学生。哦，你是学生，对，所以是什么的学生？服装设计。哇，服装设计。那你呢？我是动物沟通师。我擅长的领域就是偏比较直接通灵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萨满的跟宇宙连接的力量。从1987年我就开始学面相，然后有自修催眠。里面有一位学员是我鼓励他来的，思雨老师啊。那所以说我当然希望我的学生他能在这里有好的表现。看到老师一起参加，说实在多少有点压力，会怕表现不好。15、6。基本上我做的比较多是法术类的东西，然后帮人家算事情和占卜是用奇门遁甲。是香油。大家好，我是可可，我是一个萨满疗愈师，我擅长的是萨满疗愈，还有灵气跟一些祝福类的仪式。我的钥匙呢是6号，因为我早上来的时候就是抽了一张牌，就是6号。我擅长的领域是韦特系统的塔罗牌，以及我自己有在修习个人的比较私人的秘术的部分。我特别想要挑战的关卡应该是王者沟通。我的天赋就是有一个灵异体质，
在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感觉到一些看不到空间的存在，然后看到现场那么多的年轻人，然后觉得很讶异，原来现在年轻人这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层面了。本身最擅长的跟最常用的还是塔罗加生命灵数的解析。很多人来问说，算命到底准不准？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啊。对我来讲，算命最好都不要准。为什么呢？因为准表示你没有改变。如果你算得很好，其实你可以更好的。可是如果你算得不好呢，其实你可以透过你的改变来改变你的结果，可以修正自己某些部分，让自己往更好的方向前进。这是我觉得职业这么多年，现在我的收获。欢迎各位挑战者来到灵能的挑战。我们将在这趟比赛中历练4大阶段、7道关卡，经历天、地、世界的考验，最终筛选出一位带领人类超脱认知、看见灵学解答的冠军。在这趟挑战中，你们将会遇到几位重要人物：Joeman、白鱼、阿拉斯，以及特别嘉宾。他们将会是这趟旅途的陪伴者，与我们一同探索灵界的奥秘。每阶段将采积分制，在每道关卡中，挑战者将根据表现获得分数与灵光。期待各位能够发挥直觉与洞察力，闯过这7道灵能的挑战。大家好，我是Joeman，欢迎来到灵能的挑战。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未知的神秘力量，我们在此集结了来自东方、来自西方各种宗教、各种流派的玄学，希望可以借由各位挑战者的能力，我们在关卡之间可以找出能够引领凡人的灵能挑战者。那在各位刚刚进场的时候，已经有拿到一把钥匙了。这把钥匙上面的号码呢，也代表着你们的专属代号。也请在接下来过程当中呢，好好的保存好这把钥匙，因为在即将的未来当中，它很可能会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关键。那在过程当中，大家应该已经有接触到我们的赛务荷官，所以在未来的关卡当中呢，各位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直接的来对赛务荷官进行发问，他们会尽可能的替你们进行解答。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灵能的挑战。各位挑战者，第1道考验现在来临。在你们身后的是关卡故以及关卡命，请选择将要挑战的关卡。关卡故，每一项物品都有它独特的历史以及被使用过的轨迹，暗藏在过往的玄机是否能够被参透。关卡命，直面过往的错误，改正并勇往直前，是生而为人独有的特权。重生的意义又是否能看破？2道关卡都各有15位名额，接下来将经由抽签决定各位挑战者选择的顺序，并成为进行挑战的参赛序。请抽出号码的挑战者在10秒内决定自己想要进入的关卡。开始抽签。2号。我要选择命。25号。14号。23。24。21。12。现在，关卡命的挑战者已有8人，剩下7个名额，请后续叫到号码的挑战者进行你的选择。15号。11号。3号。
7号。现在关卡命只剩最后一个名额，请下一位挑战者做出你的选择。13。现场我就抽了牌，我想说，如果我选右边好的话，给我正位；要选左边好，给我跟正位。然后选一选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右边是一个很困难的牌。然后后来呢，我才知道原来是没得选，因为前面被选完了。9号。因为我原本要选命，但是命运不让我选，我就直接到顾。那个力量太大了，那个力量就是神，他在推着我走，不是我决定的。20。我原本呢比较擅长的是命的这个部分，因为我是面相学、手相学的老师嘛。可是因为大部分的人他都会选择命的部分，所以已经被坐满了。5号。其实我想要选择的是命，因为它比较会有一个脉络可循。比如说，我可以从面相，我可以从他的声音，可以从他的举止去判断。那另外一个顾呢，它就比较有点，对我来说就有点抽象的感觉。7号。大部分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处理人的事情。那其实我也是，所以只要有人活着的人相关的，我觉得都会是可能在场大部分人会比较喜欢，然后跟顺手的项目。所有挑战者选择完成，第1阶段正式开始，请挑战者们前往关卡区。就是可以开始玩游戏，人就会兴奋起来。蛮期待看看会有什么样子的表现。这个整个结果的胜负，其实我目前还没有算它，但是呢，我是觉得我蛮有信心，可以来个3天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只有一个选择，那个选择是神的选择，那个力量大到我们只能臣服。关卡顾，关卡内将会有7台计程车，其中1台谜底车主曾历经痛苦挣扎。挑战者请使用自身的能力，借由谜底车主所提供的资料、物件来进行感应，指认出现场哪一辆车为正确答案，并对车主的人生经历进行细节说明。每位挑战者有3分钟可以进行感应与描述，时间内请进行选择。正确者将获得2枚灵光，并依照挑战者的细节说明获得0、5、10、15分。错误者将不予积分。关卡当中将提供相关线索，使用与否以及如何使用，就看各位的能力了。各位挑战者们好，欢迎来到关卡顾。那你们刚刚已经有看到了，在你们身后呢，总共有7台计程车，所以你们要面对到的挑战呢，就是我们会提供车主的基本资讯，然后待会你们会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进行感应。在10分钟之后呢，我们会先请各位离场，然后呢依序叫号，每个人有3分钟的时间可以来猜出哪一台车是谜底车。那因为我们的车主同时也在另外一个现场同步看，所以在这3分钟之内，不但要猜到谜底的车辆，也要尽可能具体的描述这个车主的人生，越细节越具体会越好，因为这个车主有可能会给出加分。那同时我们的另外6位车主呢，也在第2现场，所以呢，如果你们够厉害，也可以把7台车的车主的人生全部都描述一轮，也是 OK 的，没有问题。那现在计时10分钟，时间计时开始。可以去看。哦。看面吗？那打开吗？对啊。等下会跟大家回复。然后怎么写？这是错的，应该6点。好，民国67。民国67。民国67。1978年。1978，对。基本上他没有给我资讯前就已经先算出来了，资讯只是为了确认
详细一点而已。那他给我资料只是上个螺丝来确定这个是对的，准确率就100%。我觉得我自己有点不熟悉的一件事情是，没有这么多人集体的做当下选择要怎么判断，那跟过去以往运用自己的能力在1对1的进行解盘或者是占卜是截然不同的状态。我觉得每一台都一样，可是我是靠那个文王卦去卜，一台车卜了3次，然后去确认这个几率就是哪一个是最多的，对。好，时间到。君豪你好，我是灵能的挑战心理师香瑜啊。那我们现在透过这个荧幕画面看到的就是挑战的现场比赛的直播的画面。那他们会使用他们的灵能来找到你的车子。是，如果他们成功找对的话，打开后车厢就会获得2枚灵光。是，那你可以根据他们对你的描述来进行给分。那给分的话就会是0、5、10、15分。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第一阶段挑战正式开始。25号挑战者还行吗？看起来有点紧张。非常紧张。你是直接通灵感还是怎么样算出来的吗？算直觉吧，就是刚刚进来的第一个直觉。好，那我们就3分钟计时开始。那因为我原本其实是第5台跟第6台在选10105跟10222。对对对，刚刚进来的第一个直觉是他，但是算到后面的时候感觉是他，所以就是这2台在选。然后那你有感应到这2位车主的人生怎么样？可能会有误扰的时候，可能就是人生很像，或者是经历很像。对，但我最后还是觉得好像第5台比较有感觉。对对对对。那时候一走进去的时候，就觉得第5台跟第6台有比较没有那么干净一点，但前面几台车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刚刚有读到一个讯息，是他有离过婚，卡片上有说妻子，但是我一直很想要叫妻子为女朋友。OK。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是不是因为有离过婚这个部分？你的直觉是想要称呼他为女朋友，他可能现在有女朋友，也有可能。对对对对对。我老婆在现场，她在楼上。现场。对，她在现场，她其实在现场。对。还有一个是觉得他是有5个比较好的朋友，可能3男2女这样。哦，很具体耶，3男2女。对对对，是。然后如果以车主的话，我自己的感受是可能比较温温和和的男生，算比较高高瘦瘦的。温和高瘦的那个男生。对对对对。所以你就确定选择的是这一台第5台车。对。好，那就请你打开后车厢看看。直接开吗？直接开。老师你好。你好。这里是23号的这个挑战者。那想问一下老师，刚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感应的？一开始是先直觉，然后有点像是用抽牌去核实自己的直觉。塔罗牌吗？对对对对对，去核实。应该说蛮奇妙的感觉，是会有很明确的选项，但事实上好像也只能往那个方向想，就是当下其实是没有我自己啦，我是没有办法辨别说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的。我给出的选项的那2台车，其实就是我当下最有感应的。好，那我们就3分钟计时开始。我一开始很明确的感觉是右2这台车，后来就隐隐约约有右2跟它左右2边的车的感觉，然后后来在抽牌的时候，就答案从右2移到右3。右3。对对对，然后我现在最终的答案是右3没有错。我觉得右3的车主并不是遭遇了什么很重大的伤残意外，而是我现在得到的结论是冥婚。类似于冥婚的结论，对。然后如果按照这个脉络去解释的话，就是我觉得他并没有跟他原配的妻子是分开的，所谓他这个叙事中的妻子是分开的，更像是3个人共享了这段感情。可是这条姻缘是怎么发生的，我倒没有很明确的
故事情节。是，反正你确定是右3，我确定是右3。对，那时间剩50秒，也要补充右2这台车主。我觉得右2他的原生家庭或者是他的血脉关系当中有人想要讯息他一些话，所以才会第一时间先让我感觉到。我会蛮想为我那时候我说第2台车，我觉得他有一些已故的亲人有话想跟他说，我会蛮想，如果他乐意的话，我是愿意再认真的跟他1对1的看看有没有什么讯息是要给他的。对，如果他没有共鸣，那就算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也无妨。大致上是这样。但不管怎么样，最终选定是我们的右3这台车。对，好，那我们就请23号挑战者开后视镜看看。直接开吗？直接开。结束了，好爽哦！是你到了吗？啊？你有吗？我没有啊。所以你一样跟我。我跟你一样啊。我一直觉得，该不会真的就是2吧？这怎么开？好，打不开。那是第6台吗？怎么开啊？好，因为我们锁住了，不是这一台车。不是这台，好，那没关系，没关系。好，抱歉，23号挑战者。所以你也是选3，就打不开。我说，打不开。他说，但就是恭喜你答错啦。这个是传说中的道袍吗？这是15号的挑战者，你好。主持人你好。来，这个可以偷问一下，这就是道袍吗？是平常会穿的一个修行服。看你准备了很多给息，所以你是已经算出来了吗？还是怎么样？是，这个已经提前先排好了。已经提前先排好。可以跟你借个桌子吗？好，感谢我们的谢谢赛务荷官。好，想问一下这个挑战者，这个是罗盘，是。那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它算出来？我们这是透过奇门遁甲的方式去排列。奇门遁甲，对这个事件，可以。好，那我们就倒数3分钟，计时开始。好，我先来讲一下故事好了。这位简大哥呢？这一台车应该是2017年、18年出产，他也在那1年左右购入，一直到大概2020、2021左右，疫情发生那前后，才发生了一个意外车子的意外，这个时候车子撞得一塌糊涂伤的伤，坏的坏，骨架、外观全部都损坏了，是有这么一件事，所以才换了这一台车。简大哥他本身是一个好爸爸，他对家庭有很大的责任感，慈父。但是简先生他有时候是活力太多了就是做事比较冲一点敢冲敢拼这样。是这样哦。我老婆每天都这样跟我讲，你不要跟人家吵架。他会不会看过你本人？我没见过他。对。老师剩下20几秒喽，你要20几秒你要准备选定车子了。差不多了，那我要选车子。来选车喽，来，你觉得是哪一台？10122，确定吗？确定。好，那就请老师你来开后车厢吧。好，我来开好了。前面一段我们有讲到说，挑选金库的时候可以按照5行。第一个是说土生金嘛，土生金，土生金是一个房地产生财的过程。第二个类型就像是金库，假设是黑色的，它就是属于金生水的结构。水行业，例如说真的就卖水，手摇店。对，第二个是比较交际的，它可能是做中介，对，或者说业务的。这一款是020灰蓝，放在家里不但非常的有格调，重点是它边角也做这种圆弧的柜体，而且呢还是法丝纹的，相当的有质感，很适合梳个油头的帅气业务。这一台呢是 Lucille 银河版，搭配的面板呢是水钻非常的奢华，有一种点点星光的感觉，而且呢容量非常的大，还有分层，够你放非常多的贵重物品。那刚好我们后面有2个我自己也觉得很低调的浅色系白色的金库，白色在5行里面就是金，白色、灰色、金银。什么样类型的行业算金啊？什么行业？民生类型，明星、名人、作家，出名的作家，只要是跟出名有关的。
所以我们算适合白色的。没错，这款皮革包覆的保险箱非常的有质感哦。它的造型呢，完全就是床头柜的设计，直接的把保险箱跟床头柜结合，不仅省空间，也可以保护私人的贵重物品。它的上层还有饰品抽屉，直接拉开就可以放你常戴的饰品。重点是，如果不幸遭小偷，第一时间也完全不会发现它是保险箱啊。谢谢这个简少年为我们的这个风水分析。然后大家如果对于金库或是保险箱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到我们的资讯栏连结参考我们的法益金库。韩建老师你好，姐妹你好，好，那请这个韩老师先跟观众自我介绍一下，然后讲一下自己擅长什么领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金莲，我擅长的领域是关于道教跟佛教的法术方面，还有风水的摆正啊。那我专门用奇门遁甲去帮各种客户解决一些疑难杂症的问题，包括感情啊、财运啊，还有健康啊、家庭运这些。奇门遁甲，但是讲奇门遁甲之前呢，要先来聊一下，你现在穿的这个是传说中的道袍吗？类似的它就是一个古代的汉服。其实正式的道袍，我们在穿的还有一种叫萧台装萧台衣啦，萧台衣，对，那是就是祈坛要做法事的时候做的。所以刚刚讲到奇门遁甲，台湾真的有人会就是摆正吗？因为我以前念的高中，我念南一中，然后南一中就是传说中有一个什么七星石啊，然后要去镇压，然后这个我不知道台南有，但日本有听到蛮多。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吗？其实是有它一定的作用，基本上奇门遁甲它就是5000年前的东西，所以说从古到今包含现在日本密宗他们用的很多术法也都是奇门遁甲传下来的。所以你主要最擅长的就是道教的法术这样子。对，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的？其实这说起来也蛮妙的。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师兄他就送我一本奇门遁甲。大概多大的时候？其实没有很久了，大概2-3年前。才2-3年前？这个东西很玄它有点像是你灵魂本来具备的一个能力。哎呦，前面很多老师都这样讲。封印的，封印就是可能你前世就有。对，你已经学过了，你学过了，一口气就突然会，很快就会。那个书，1000多页，我只看了1个多礼拜把它翻完。就一翻就发现原来这个东西以前我就会了，然后现在终于有缘分把它拿回来。那个师兄演的也很妙，我说，我真是谢谢你送我这一本书。然后他说，这本来就是你的，我只是把它还给你。他讲这么玄的话，那当下也没有多想就收了，然后回去翻了之后，你大概翻到第几页，或是看到哪一段，你开始感应到这个东西我好像本来就会。一开始其实比较煎熬一点，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完全不知道，也没有人教。对，但是因为之前有学过易经，所以有些东西还是大略能够理解。然后大概看到中期后段的时候，就越来越快，很多东西就一直在选。那这2-3年你就开始帮别人算布阵吗？对，因为我觉得它可以用的范围很广。举一个实例好了，那个大家比较喜欢听嘛。今年就是有一个客人，他家里有一个公寓，那公寓就是他拿来出租给别人。这2-3年都租到一些比较素质差的房客很麻烦。然后后来就请我帮忙，然后就帮他处理一下。我进门只做了2-3件事第一件事，把他们进门里面有一个大柜子，一个斗柜，就把它移开，然后还有一个时钟，这2个东西把它移开。第3件事情烧符，结果你知道怎样吗？他是委托房仲的，隔天马上有人要来约看。再隔天直接签约，然后租金还涨价。你学了奇门遁甲之后，有比较看得懂台湾或者是哪些城市？你经过的话，原来这是一个阵法，有这样的经验过，或者被要求要去破一个阵这样子。比较没有遇到那种比较你说的这类的案子。因为它有一个原则是，它的布阵必须要很隐秘，铺路太多的话，它效用不会那么好。所以你在做，你也要尽量的隐秘。是啊，像我们帮有些客户布什么桃花局或是催财局，都尽量不要让别人看到。那时候听风水对决，听到什么就是要把那个钱，然后像什么新加坡，然后就是要把它扣在一起，但那个都算是很明的。通常会讲出来，就是他已经可能过了校期了，或是有校期啊。对。所以想来问一下韩老师，这一次来参加我们灵人的挑战还有对于自己未来的展望跟目标是什么？身为像我们这一类的身心灵工作者，应该是
有一些责任要去在身上。什么样的责任？你觉得什么样的责任？你可能要带一些散播正能量的这个责任，或者是带一些教育的责任。了解。好，那也期待这个韩老师未来在我们节目上的这个发挥。谢谢我们的韩基典韩老师，谢谢，谢谢九妹，谢谢。